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安格斯。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影片的新朋友，我的 YouTube 频道是一个兰花频道，我在这边与你们分享兰花相关的种植要领、个人经验、我学习到的技巧、兰花欣赏等等等。如果你想要学会怎么养兰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，这样每当我上传新的影片，你就会收到及时的通知。今天的这个影片呢，安格斯要来跟大家看一下这一颗被我拯救的兰花。这颗兰花之前在我频道去年呢它开花的时候我就有介绍过了，不过这一次呢它又开花了，而且还有一个非常好的惊喜，在影片的后面会跟大家分享这颗兰花今年带给我们的这个惊喜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还是把时间往前推，看一看这颗兰花在去年它的一个生长的过程，这样子呢比较容易能够看到它在今年2019年它的一个生长状况。这个部分呢是2018年的年中的时候5月底，当时呢它开完花之后呢，它的一些气根还是继续的往前生长。那它的这个根系呢，比起现在当时还算是少，而且当时你看它的气根还正在盘旋杯内，但是等一下呢2019年的照片你会发现，其实它的气根长得相当的多。其实到这边2018年的10月中旬的时候呢，它的气根你很明显可以看到多长了很多。那2019年的1月接近1月底的时候呢，它开始在冒它的花梗。那这个对蝴蝶兰来说呢，一般是很正常的时间就是在秋天结束冬天尾巴那个时候的降温呢，很能够让蝴蝶兰在春天要开始的时候呢开始长花梗。那这颗蝴蝶兰呢去年就是这样子，那今年呢也没有让我失望。那在去年我记得它开的花朵数跟今年差不多，都是10多朵那它一样是在2月初的时候呢，它的花苞就明显的开始逐渐变大。这颗兰花呢，我是把它绑在一个杯子里面，那这个杯子有钻洞，然后再放了一些水草然后把它类似像上板，但是我是把它上杯这当初是一个实验。那这颗兰花我为什么说是拯救回来，是因为当时如果你有看去年的影片，你应该知道这颗兰花呢是我逛植物园的时候呢它的一个特价品，我记得是半价吧，因为它已经早就开完花了，所以去年开花还是我第一次看到它花长什么样子。那这颗兰花的浇水方式，因为我是把它绑在一个杯子上面放了一些水草，但我底部其实你可以看到它有一条这个绿色的这个铁丝，我是用它来固定这个兰花，才不会就是掉下来嘛。那绑着好处就是因为兰花其实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种或是吊起来，它都喜欢稳固。那这是为什么如果你用线把它绑在木头上挂起来，它的根系呢最后如果长出来都会沿着这个木头去长，因为它就是有自然反应，它要去抓住它依附的东西那兰花喜欢稳固，那我在它还没有根系长得很好的时候，我先把它用这个铁丝固定住，其实呢也有助于它有那一种稳定稳固的感觉，它也会长得比较好。那当它根系在爬的时候，也不会因为它本身就是没有固定好，而有时候这样摇摇晃晃，那根系也会抓的不是很好。那因为它是用杯子，那我就先预判它我要怎么样来对这颗兰花浇水。当然你可以用喷的，那我其实就是用同样尺寸的杯子，另外一个杯子，那2个杯子交叠，然后用泡的。那因为挂起来，然后杯子我背后还有杯缘我都有钻几个洞，所以呢它其实蒸发的速度挺快的，因为我的水草放的量也不是很多，所以我每一次浇水我都是2个杯子一样尺寸的杯子，一个是兰花绑住的杯子，另外一个是外杯泡，就是2个交叠之后
我就让它泡水。我通常水都加到大概一半左右而已，因为这颗它比较多的介质是水草，那我不需要加到8分满或9分满，因为很多时候我发现加到8分满、9分满啊，它的这个水其实吸完之后呢，吸饱和了它就不会再吸。其实我每次把它拿出来，我都发现其实里面都还有大概30%、40%的水量。那对我来说，因为我的水是制造成本比较高，我有经过很多的过滤，所以它是纯水。那为了避免这样子的浪费呢，所以我现在都是大概就是泡一半左右。那吸的差不多之后呢，底部剩下来的水泡好的时候就不会剩的太多。这颗兰花它的这个照顾上面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这种繁复的工作，因为这颗兰花因为是拯救的半价的，而且它呢其实应该也是属于就是比较属于杂交品种。因为它没有名牌，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去考究它的这个父母的亲本，所以呢我对它的这个照顾其实就是一般浇水跟施肥这样的一个步骤，我就没有特别去管它。那日照方面，它其实是比较远离窗户的，但是因为还是属于明亮的地方，所以呢，很明显的它也就是还挺开心的。那肥料方面呢，其实我目前对这颗其实一罐的一样，就是只有建议浓度的1/4。那我有一些兰花呢，我有改用就是50%强度的浓度的肥料，不过那个也就是实验性质，针对某几颗兰花，我大多数的兰花还是都是1/4，因为呢，对我来说那个是最方便的调配，就是调配好一堆水，那就是给很多兰花使用这样子。我是不就是用在这颗兰花的水，我是个别都分开，只是我一次会调多一点然后个别加水，但是我水是不重复使用在不同兰花上面的，也来避免就是一些细菌或者是病毒的交叉感染。那由于这颗兰花在我架子上挂着的方式呢，它是朝向墙壁的，所以你看它的花梗还是长出来，还是偏向窗户的地方因为它们这种都有向阳性，包含兰花长的这个叶子呢也是有向阳性的，所以你可以很清楚发现它的这个花梗是长出来之后呢是偏向窗户的。然后呢，因为它在生长花梗的时候呢，我几乎不去动它的位置，或是浇完水我就把它重新挂回原来的位置，所以当它花梗长全的时候，它开花的这个排列组合就会相当的整齐它是一整串的，而不是说而且是自然下垂。我个人喜欢看兰花自然下垂的这种感觉，虽然说就是兰花从店里面买回家它直挺挺的，有被架起来的这花梗直挺挺的也很好看。但是呢，因为自己养兰花，有时候我还是比较喜欢看这样自然的感觉，吊起来，其实看起来我觉得就是有一种自然美。好，所以这边呢，影片你可以看得到这颗兰花今年2019年从第一个花苞开。长花梗到第一个花苞开大概是1个半月左右的时间，然后呢大概又是将近1个月的时间呢，它所有的花才几乎开完。那我是都用铁丝，就是一个小勾勾，把这个杯子最上面的一个洞勾起来，然后挂在墙壁上，那很容易就可以看得到这颗兰花呢，比起片头2018年它的根系其实明显的多很多，而且多很多很长的气根在杯子下面，这样叶子背后。好，那这边你可以看到我绑在杯子上面，把兰花绑在杯子上面的这个绿铁丝。那杯子里面我记得当时好像还有一些碎石头吧，反正我有的一些材料我就把它加进去那再加上水草。那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实验性质，其实这颗兰花很幸运的它很喜欢，所以这颗兰花呢是我的这颗叫拯救兰花。那这边要跟大家揭晓的就是这颗兰花今年还有很明显的香味，这就是我在片头跟大家说这颗兰花今年带给我的惊喜，去年完全没有香味。那我在猜测就是因为这颗兰花今年又更成熟了，因为我对它的这个肥料上面是没有改变的，所以唯一有改变就是这颗兰花更成熟了，而且它可能更喜欢我的这个环境。所以呢，今年它的这个花是有香味的，是粉粉的花香，而且非常明显，而且持续的时间就是1整天，一直到了大概晚上7点多，我在闻的时候才是没有香味。
整体上来说，虽然它是一颗没有名字的常见的这种中型白花白色的蝴蝶兰，但是今年它居然有香味，粉粉的香味，而且非常明显。整体上，我觉得它今年的表现有高达95分，你觉得呢？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。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，请帮我在影片的下面点个赞。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兰，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。谢谢您的观赏，我们下次再见。